一个连火箭都修不好的二流电焊工，却能接到7位数的天价订单。客户让你做一台5米高的机甲，还要求2天之内完工，说是要送给爷爷当寿宴礼物。可实际上他只是想定制一个50厘米的模型，不曾想多打了一个0，直接把不明真相的你吓傻了。2天造出一台5米高的高达机甲，这难度简直离谱到天边。你本想拒绝这单生意，奈何对方给的实在太多，根本没法拒绝。于是我加班加点，2天2夜没合眼，总算在寿宴前一天晚上，把客户要求的机甲赶制了出来。本着对客户绝对负责的态度，我不想这份生日礼物在送达前被人撞见，便用红布将整台机甲严严实实包裹好，随后装车，开着租来的重型卡车驶出了仓库大门。1个小时后，中海市南山区云顶庄园，这座庄园坐落在半山腰，是中海知名企业家王天豪的私宅，也是王家为老爷子筹办70大寿的场地。一辆重型卡车缓缓驶入庄园大门，园内亭台楼阁，飞瀑流泉，一应俱全，景致极尽雅致。我把机甲卸在别墅前的空地上，红布依旧裹得紧紧的，没露出半点轮廓。忙碌了2天2夜，任务总算落地，我只想赶紧回去睡个昏天黑地。翌日一大早，整个庄园就热闹了起来，一辆辆豪车正陆续驶入云顶庄园，中海市的商界大佬们纷纷赶来赴宴。午宴还没开始，宾客们游园时都注意到了别墅前空地上那个裹着红布的庞然大物，众人以为是老爷子某个儿子安排的寿礼，因此没人敢擅自触碰。眼看快到中午，3辆军车驶入庄园，前后车辆的士兵率先下车，荷枪实弹，神色警惕地护卫着四周。一位老人从中间的防弹车里走下来，迈着稳健的步伐朝别墅走去。哈哈，王老，你给自己过大寿都来得这么迟，是不是又埋头研究东西忘了时间？王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浑浊的眼眸猛地一亮。华老，你这老家伙怎么撂下手头的摊子跑过来了？别墅里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穿着和王老同款的中山装。2位老者显然相交多年，一见面就热络地聊在了一起。四周宾客认出华老，顿时肃然起敬。不管是王老还是华老，都是当代科学界的泰山北斗，中海军工科研基地的中流砥柱，是实打实的国之瑰宝。2老并肩走进宴会大厅，场内早已宾客满座，可2人的心思压根没放在寿宴上。王老，我赶来也是想跟你当面商量一件事，咱们的外骨骼装甲研发进度必须加快了。怎么了，华老？你听到什么风声了？我昨晚得到消息，北部战区也在攻坚外骨骼装甲项目，已经进入测试环节了。这么快，功能和强度测试结果怎么样？非常强。王老顿时眉头紧锁，眼下项目还处在研发第1阶段，成果优劣直接决定后续的资源扶持与经费配比。要是让北部战区拔得头筹，他这张老脸实在没地方搁。就在这时，王老的孙女王宁快步走来，爷爷，寿宴要开始了，除了二叔和诗然姐姐，其他人都到齐了。说着，王宁甜甜一笑，神秘兮兮地取出一个礼盒，这是我给爷爷准备的礼物。王老满脸笑意地接过，目光满是慈祥。王宁扬起下巴，神色颇为骄傲地说道：“这是从鹰将军方买来的外骨骼装甲模型。”听到这几个字，2老的眼中同时闪过金光。当年夏国攻坚核潜艇研发时，还曾靠鹰将军方的模型做过参考印证。同理，这款外骨骼模型说不定能给他们带来关键研发灵感。王老拆开礼盒，模型做工极其精致，华老也一眼看出其中不凡，这确实参照了军方实物设计。哈哈，小宁，你真是送了爷爷一份大礼。王老开怀大笑，伸手捏了捏王宁的鼻子，爷爷您喜欢就好。听到夸赞，王宁满脸骄傲，当即拿出手机拍了2张照片发朋友圈，还特意转发给了堂姐王诗冉。与此同时，庄园不远处的车里，王诗冉看着手机消息，无奈地笑了笑。堂妹王宁从小就事事爱和他攀比，就连给爷爷送寿礼也要较劲，他压根没放在心上，一笑置之。此刻他满心交心，委托我制作的50厘米机甲模型到底有没有送到？他给我发消息、打电话，始终没有任何回应。没过多久，一辆汽车驶入庄园，王天豪和王诗冉父女终于赶到。父亲，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王天豪奉上200年的长白山人参，我要这个有什么用？跟老大一样，就知道乱花钱。王老嘴上数落，实则并没有真的生气。小诗冉，这才多久没见，都和小宁一样，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了。除了深耕科研事业，王老最疼惜2个孙女。见到王诗冉后，眉眼都弯了。一旁的王天豪笑着打趣：“父亲，你还当他是那个吃奶的小屁孩呢？”四周亲戚宾客哄笑一团，现场气氛和睦融洽。诗冉，你也给爷爷准备礼物了吧？别故作神秘了，快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一个声音突兀响起，王宁从人群里探出头，笑着发问，语气里藏着浓浓的较劲意味。王老爷眼前一亮，跟着追问：“诗冉，给爷爷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放在哪了？”爷爷，您再等一下，我现在也不知道礼物在哪。王诗冉脸色极不自然，眉宇间满是焦急，低着头急促地按着手机发消息：“徐师傅，你在哪？我定制的机甲怎么没送过来？我那么相信你，你怎么能骗我？看到消息，请您务必回个电话。”一旁的王天豪见女儿神色不对，皱眉小声问道：“诗冉，你是不是被那个徐师傅骗了？”王诗冉抿紧嘴唇，轻轻点了点头。王宁立刻跑过来，抱住王诗冉的胳膊晃了2下，再次催促：“诗冉姐姐，你的礼物呢？别藏着掖着了，快让大家伙开开眼呀！”王诗冉眼眶里蓄满泪水，下巴微微颤抖，满脸委屈，眼看就要哭出来。被人骗了的事，她实在说不出口，只觉得丢人到了极点。王宁这才确定王诗冉真的没带礼物，心中已经乐开了花。从小到大，王诗冉的学习成绩、音乐、美术、奥数大赛等等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耀眼。今天终于输给他一次，王宁强忍着想要笑出来的冲动，还装模作样的关心道：“是不是姐姐弄丢了？”“没事的，我那个10厘米外骨骼装甲模型，就当咱俩一起送的，爷爷很喜欢的。”听到王宁这么说，王诗冉心里更难受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把被骗的事说出来。我也准备了礼物的，可是话未说完，手机突然响起，电话是我打来的。
我被他一上午20多个未接来电吵醒，满肚子起床气。刚一接通，不等他发飙，我便劈头盖脸一顿输出：王大美女，我哪骗你了？昨晚就把货送到了，就停放在别墅外的空地上，500厘米高的机甲，那么大的东西，你真没看到还是假没看到？我真服了，一上午打20多个电话，真有你的！王诗冉愣住了，500厘米是怎么回事？他赶忙切换到聊天界面，这才发现前天定做的时候他失误多打了一个0，本应是50厘米的机甲变成了500厘米，也就是说，别墅外那个红布包裹的庞然巨物就是他定做的机甲。王诗冉倒吸一口冷气，之前的郁闷顿时一扫而空。徐师傅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什么我是不会给你退钱的，而且剩下的钱你必须打给我，否则我就每天给你打骚扰电话，我还要请律师告你，不会放过你。我气呼呼地打断他，认定这女人就是想赖账才找的借口。闻言，王诗冉也急了，不是的，徐师傅，我不会赖账的，尾款我一会儿忙完了就转给你。我语气顿时愉悦起来，那还差不多，机甲的唤醒和数据跟踪有专门的 app， 我发给你了，收一下。说完，我就挂断电话，继续补觉去了。此刻，王诗冉脑子还有些发懵，既然2天就做出了5米高的机甲，大概率是对废铁焊接到一块的粗制滥造品。刚才电话内容四周人也都听了个大概。王宁眼神动了动，笑着说道：诗冉姐姐，看来你准备的礼物也很好，趁寿宴还没开始，咱们先去看一眼吧。爷爷，您要先看看吗？王诗冉心情有些低落，她倒是希望等宾客们走了再看。哎呀，就去看看嘛，用不了几分钟。王宁在一旁起哄，王老哈哈一笑，那就去看看。众人来到别墅外的空地，围在红布包裹的机甲脚下，王宁已经等不及想看王诗冉出丑。王老看出孙女好像有点担心，宽慰道：小诗冉，只要是你送的礼物，爷爷都喜欢，先开吧。王诗冉深呼吸一口气，豁出去了。她攥住红布的一角，狠狠地用力一扯，红布滑落，一架泛着冰冷光泽的红色机甲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。横贯长空的气势带来无与伦比的压迫感，迫使无数人停止了呼吸。棱角分明的机体，霸道酷炫的造型，泛着金属红光的双目，以及肩上扛着的超大口径轨道炮，瞬间炸裂了所有人的眼球。一股狂暴的震撼气息从无数人脚底板升起，直冲天灵盖。原本等着看好戏的王宁猛地浑身一颤，扑通一声瘫坐在地，像失了智丢了魂般喃喃道：这难道是真的？不对，再逼真也是假的。诗冉他哪有能力买来真正的机甲？这东西怎么可能有人能做出来？此时无人在关注跌坐的王宁，整个庄园都沉浸在巨型机甲的震撼中，不论男女老少，皆被这机甲的霸气彻底俘获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华老一眼看出不凡，拽着王老将猛逼的王诗冉拉到一旁，小声询问：诗冉，你老实告诉华爷爷，这机甲从哪弄来的？王诗冉眼神有点呆滞，没有回答。诗冉，华老还在催促。王诗冉猛地颤了一下，这才反应过来：华爷爷，我如果说这是我花300万找焊工师傅焊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骗你？华老眉头略微拧起，和蔼道：小丫头说什么傻话，骗人不是好孩子会做的事。王老深知孙女从不骗人，于是开口：诗冉，你是说就是刚才在别墅里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徐师傅焊的？王诗冉点点头，他叫徐峰，是个特级焊工。王老和华老对视一眼，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浓浓的疑惑。这台机甲明显已经超出寻常模型的范畴，许多地方遵循了气动学原理，背部的矢量喷口甚至和英国的 F119发动机有着些许相似，从某些角度分析，甚至比 F119都要先进。肩膀上的轨道炮也不像是样子活。此时，机甲胸口的驾驶舱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，有人直接起哄。进驾驶舱，被佣人搀扶起来的王宁逐渐平复了震惊，他笃定这模型徒有其表，只要驾驶舱一打开，破烂的内饰肯定会让大家大失所望。他嘴角弯起个莫名的弧度，含笑对众人说道：大家别心急，诗冉肯定会打开驾驶舱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起哄的声音更多了，王诗冉也只能硬着头皮安装了我发过去的 app。随着点击运行，机甲内部发出一阵机械制动的咔咔，把周围人吓得齐齐后退2步。王宁冷笑低语：连音响都装上了，未出风头真是够用心啊。王老却明显感觉不对劲，这种机械连接、物理制动的声音和他研究外骨骼装甲时的声音极度接近。王诗冉屏住呼吸，轻轻点在了界面唯一的启动按钮上，一道嘹亮的声音瞬间在众人头顶炸响，沉寂的机甲双目红光大作，紧接着数道机械音从机甲内部发出：驾驶权限确认完毕，冷却液灌注完毕，迷你氢能引擎启动完毕，相控阵态势感知系统启动完毕，降天1号机甲首次启动成功。扫描驾驶员中，机甲双目降下一道红光确认位置，紧跟着手臂伸来，将王诗冉半拖半扶抬到胸口位置。过度紧张中手机不慎掉落，气闸咔嗒开启。王诗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送进驾驶舱，舱门随之关闭。手捧全息头盔，惊魂未定地坐在驾驶位上，看着面前陌生的操控杆和操作台，王诗冉人彻底傻了，就连呼吸都变得颤抖，太逼真了，这钱花的真值。而刚才舱门开启的瞬间，所有人也都看清了内部结构。王宁第一个傻眼，这模型不光外表精致，内部竟科幻感十足，甚至手臂都能动弹，彻底超出了他的认知。飞一个，飞一个！此刻，上百人兴奋得像是打了鸡血，激动地吆喝起来，气氛空前热烈。王宁却一脸死灰，指甲死死抠在手心里，咬牙切齿道：我就不信你真能飞！驾驶舱内，王诗冉将全息头盔戴在头上，眼前画面瞬间转变，机甲外的一切遮挡物都成了接近透明的状态，一行行透明操作提示
时浮现，一种我就是机甲的宿命感油然而生。他心脏狂跳，这一切都匪夷所思，这真的是一个焊工能焊出来的东西吗？外面的热烈呼喊被传感器实时传入耳中，王诗然也变得激动起来，微微抖动的小手缓缓伸向了操控杆。同时，王老从地上捡起了掉落的手机，他这才发现手机画面竟然连接了驾驶舱内部的摄像头，不仅能切换外部视角进行语音通话，画面右下角更实时显示着机甲的各项运转数据。当王老弄清楚屏幕上显示的东西后，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。万众瞩目之中，王诗然握紧操控杆，大拇指猛地按在了端部的爬升按钮上，咔嗒，任务完成。王诗然怅然一笑，冲着驾驶舱内部的摄像头露出个甜甜的笑容。他知道外面能通过手机看到里面，要说这机甲真能飞，他肯定不信。做到这程度已经足够惊艳，能体验到这种极度逼真的驾驶感，他知足了。外面众人听到王诗然喊任务结束，颇觉意犹未尽，又羡慕他能进驾驶舱体验。虽然大家都期望机甲真能飞，但理智告诉大家这不可能。只有王宁站在原地冷笑一声，像是为了报复刚才机甲让他失态，接着又骂了一声铁疙瘩装音响垃圾。旁边人纷纷侧目，就连一旁的王老都皱了皱眉头。王天豪站出来对逗留的人招呼道：各位贵客，机甲体验结束，寿宴开。话没说完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忽地在众人耳边炸响，警报警报，机甲即将进入起飞姿态，请周围群众迅速远离。一股让人心底发颤的不安涌上心头，刺耳的警报响彻庄园。王老猛地攥紧拳头，理智告诉他，这只是个供人观赏的模型，不可能飞起来。砰！一道气浪以机甲为中心快速扩散，肉眼可见，机体上打开了数个细密的矢量喷口，和背部的4个大喷口一起，齐刷刷爆出一道道粉色焰浪，地面也跟着隆隆作响。不对劲，王老意识到不对，急忙点开手机话筒权限，对着屏幕喊道：诗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爷爷，他要飞了。王诗然声音颤抖，就像受到惊吓的小鹿，茫然无措。王老心神一颤，苍老的身躯猛地晃了晃。他很清楚，目前军工所重点研发的外骨骼装甲只能勉强辅助搬运重物，连奔跑都做不到，更别说飞行。哪怕是鹰将国最新科技，也绝无可能。点在床上补觉的我自然不知道，王老此刻内心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。一个二流焊工，凭什么能做到起飞？这怎么可能？四周人们都在奔跑中怪叫。卧槽！机甲喷火了！机甲引擎口喷射的火焰更加猛烈，正由粉色向蓝色转变。王老和华老见状，再也无法淡定。多年经验告诉他们，这机甲是真的要飞。王老冲着警卫士兵厉声命令，立刻组织所有人马上撤出云顶庄园，封锁整个云来山。没时间了，快！无数车辆打火声响起，宾客们顾不得其他，迅速上车撤离。在士兵组织下，慌乱的人群快速退散。王老捧着手机，神色无比凝重，担忧地看着屏幕。诗然，有没有办法停下来？爷爷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已经开始起飞倒计时了。驾驶舱中，王诗然此刻完全处于惊吓状态，耳边响彻的刺耳提示音让他的神经绷紧到了极点。机体氢能引擎调试完毕，微缩矢量端口连接无误，肩部轨道炮正常，高频粒子刀挂载正常，光束武器未挂载，龙骑兵系统未挂载。最后检测完毕，3、2，降天1号出发！轰！整个云顶庄园剧烈震颤，无数还未撤离的人耳边响起猛烈的气爆声，机甲引擎喷射的火焰在这一刻彻底化为湛蓝色，一股猛烈的推背感死死压在王诗然身上。若不是全息头盔带有辅助呼吸功能，这一下就能让他直接昏死过去。在无数人的震撼注目下，降天1号机甲爆出一阵猛烈的火光，拔地而起，直冲天际。无数正在紧急撤离的人猛地顿住，惊愕地看向头顶。卧槽，这机甲模型真的飞了！这说出去，狗都不信。我 TM 裂开了，世界上真的有机甲！人们傻愣在原地，不停地抱着国粹，就连一向老成持重的华老也目瞪口呆，满脸震撼。王老，这事情你怎么看？王老也忍不住爆了粗口，这事甚至超出了他们二老的理解层面。华老眉眼低垂，略微思考推测道：你说会不会是东部战区的老田弄过来显摆？有可能，但可能性不大。王老摇摇头，要说是诗然找焊工焊的，他们说什么都不会信。制作这样一台能起飞的机甲，需要的科研底蕴难以计数。就在这时，轰！一道猛烈的音爆声在庄园顶空炸响，爆震波几乎把天空扯开个口子。腿脚不好的王宁刚站稳，再次被吓得一屁股坐回地上。音爆！王老枯瘦的身躯猛地一震，脱口而出。短暂的惊讶后，二老苍老的目光变得锐利无比，直视天际。头顶的红色机甲正飞速变小，后方空气形成了一个惹眼的锥形气团。华老，我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我怎么看到他突破音障了？王老吞下口唾沫，不确定地问道。别问我可能也耳聋耳鸣。华老激动的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垂直爬升超音速巡航，机甲外形根本不符合流体力学，怎么可能超音速？这简直震碎了这两位科学泰斗的三观。天空中，机甲逐渐变成小黑点，王老手里的手机同步传出猛烈的破风声，他这才注意到手机右下角的实时数据追踪早已开始疯狂跳动。当前模式：新手，机甲姿态，反重力垂直爬升，背部1号引擎推力110千牛加，背部2号引擎推力110千牛加，背部3号引擎推力105千牛加，背部4号引擎推力105千牛加，侧翼引擎推力109千牛加，机体温度141摄氏度，速度1357马赫，评价一切正常。这也能叫正常？二老齐齐倒抽一口冷气，眨眼的功夫，温度已上升到195度，速度达到94马赫。这么高的温度，别说电路系统，驾驶员怎么受得了？小诗然，你怎么样了？爷爷，他飞得好高，我好嗨。信号中断，声音戛然而止，画面卡住，数据定格在温度209，速度2马赫。王老双手猛地颤抖，豁然看向华老，肯定是因为机甲进入云层导致信号中断，得马上使用军事卫星通讯
讯权限不够，得赶紧回基地，让技术组拷贝这个 app， 使用基地的科研主机链接机甲通信系统，这样才万无一失。走，在士兵护卫下，二老上了军用越野车，直奔科研基地。长空万里，云层之中，王诗冉坐在贴身包裹的驾驶位上，因为通讯中断而更加恐惧。长时间的极端紧张后，他强迫自己理智下来，视线完全被云层遮挡，只有右下角的数据面板亮着发光字体。机体温度240摄氏度，速度3马赫，机甲外部温度已经达到240了吗？我在这驾驶舱里完全感觉不到，还有速度，应该是超过2倍音速了吧？话音刚落，机甲猛地从云海中窜出，豁然开朗，一望无际的云海浮游天际，全息头盔带来的逼真视觉冲击，让他仿佛踏足仙境，恐惧都被冲散了不少。他双手握住操控杆，尝试操控这台失控的机甲。这时，一架涂装着小日子国旗图案的民航客机从远处飞来，机长小鸟太郎正开着自动驾驶打瞌睡。警报！警报！急促的报警声突然响起，小鸟太郎一个机灵窜了起来，面色大惊。他透过前挡风玻璃，死死盯住斜下方穿插上来的一个小红点，一架暗红色的机甲赫然出现在眼前，背部的4个矢量喷口正喷吐着湛蓝色火舌，带着锥形鹰杖向外太空狂飙。飞机发出剧烈抖动，空间撕裂般的声音几乎要将客机震碎。那你马吉卡，快给我一巴掌！我肯定还没睡醒。小鸟机长，关键是我好像也没睡醒。副机长同样惊恐万状，机舱内乘客乱作一团，惊叫声此起彼伏。飞碟是飞碟！短暂的近距离遭遇后，机甲远去，飞机恢复如常。小鸟太郎惊魂未定地靠在座位上，大口喘着粗气喊道：“快上报！绞盆机号飞机在途径下国领空时遭遇高达袭击，幸好我小鸟太郎临危不乱，这才化险为夷。”副机长嘴角抽了抽，瞟了一眼机长湿透的裤裆，心中暗骂无耻。与此同时，中海市军事科研基地1号汇报大厅气氛凝重，计算机天才少女童瑶带队，数十名专家齐聚，竟然无法将我随手发过去的那个 app 破解，甚至连转移安装都做不到。随着对代码的初步解析，童瑶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，这压根不是常规编程语言，这种编程水平早已超越全世界最高水准10倍不止。王老叹息一声，算了，先把手机画面投屏到汇报厅的显示器上。华老突然走来，我这边接到通知，军事卫星已经就位，可以开始接入信号。童瑶立刻会意，敲击键盘，大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幕，让无数人屏住了呼吸。天书号卫星信号正在接入中。华老上前轻轻拍了拍王老的肩膀，他心里清楚，根据最后的数据，机甲外部超过200度且无任何隔热涂层，驾驶舱里至少也有100度。王诗冉大概率已经遭遇不幸，一旦接通信号，很可能会看到被高温烘烤的面目全非的画面。王老又何尝不知，他比任何人都忐忑。而此时的蓝星大气层边缘，降天1号机甲高速疾驰，与大气层剧烈摩擦，整个机体一片火红，却无比坚挺。王诗冉尽力操控，也只能调整些许姿态。数据面板显示，机体温度501，速度5马赫，机甲已飞出中间层，即将到达近地轨道。王诗冉虽不再那么害怕，但心里清楚，再这么下去，非得死在外太空不可。他摘下全息头盔，在驾驶舱中摸索寻找急停按钮，却一无所获。他绝望地叹息道：“这么先进的机甲，难道连个智能辅助系统都没有吗？”仿佛是对王诗冉绝望叹息的回应，机甲发出了机械般的语音，检测到驾驶员长时间未进行合理操作，新手智能辅助系统启动，驾驶员可结合声控、全息头盔、瞳孔聚焦选择等进行操作。具体操作方式已发送全息头盔。王诗冉赶忙戴好全息头盔，看着一条条智能辅助规则，急喊道：“悬停！”一声令下，机甲外的数十个姿态调整喷口全部开始工作，背部4个引擎爆发出湍急的蓝色火焰，形成一圈圈细密的马赫环。降天1号顿时速度暴减，仿佛空中急刹车。右下角的数据急速跳动，速度47马赫、35马赫，速度0。当前机体悬停，总算稳稳停在了近地轨道上。呼，停下来了。王诗冉长舒一口气，目光看向眼前，瞳孔猛地一震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颗湛蓝色的星球，裹着一层薄薄的蓝色纱衣，横沉在幽深孤寂的太空之中。这就是地球吗？他看得吃了，心神震撼，完全没注意到全息头盔左下角一个连线请求的小喇叭已经闪烁了10多分钟。中海科研基地怎么样？连上了吗？王老已经是第8次询问了。没有，因为没有进行智能识别，咱们属于单向联系，只有对方那边同意才能接通。童瑶耐心解释，大家心知肚明。按常理推算，机甲里大概率已经没有活人了。这时电脑突然响了一声，王老 App 虽然没破解，但诗冉的水果手机解锁和通话记录已破解。我们现在有了那位徐师傅的电话，拨通。王老立刻命令道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欠费，请续交话费。”童瑶咬牙切齿地充了50块话费，点击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正忙，请稍后再拨。童瑶一怔，黑着脸道：“这小子手机会拦截陌生号码，查他 IP 地址，同时调取他的个人信息。”王老大手一挥：“好的，王老，5分钟搞定。”而此时的这小子，也就是我，刚回到安置超神科技工作台的废旧仓库，打完催尾款的电话后，我手机就欠费了。为了省事，我随手让系统花一点科技值给手机做了个魔改，一通改装下来，手机不仅不用充话费，无线上网，还自带了防止信息窃取、反向追踪等一堆炫酷功能。等明天给老妈的手机也改一下，能省不少话费。我美滋滋的想着。基地这边5分钟后找到了，童瑶查到了 IP 地址和机主信息，干得好。机主全名叫什么？现在什么位置？马上派人过去。王老攥紧手指，
童瑶骄傲地敲击键盘，根据计算机显示，他的名字叫徐铁棒，现在的位置是嘶。话说到一半，他浑身一颤，狠狠揪着自己的短发倒吸冷气。怎么了，童瑶？他在什么地方？咱们得赶紧派人过去。这个徐铁棒应该确实和机甲有点关系。华老催促道。华老、王老，这个地方咱们现在去不了。我说了，你们别骂我。能行的话，我个人建议还是从他的学校那边入手。童瑶缩了缩脖子，忐忑道：联系他的学校会扩大影响。你查出什么了？那个按照计算机显示，他现在的位置在月球。王老、华老，专家们全场懵逼。算了，我再查一遍。童瑶抹了把汗，疯狂敲击键盘，看到最新结果时脸皮狂抽，差点当场昏死过去。领导，要我说出来吗？你说呢？根据计算机显示，他现在的位置是 M78 星云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徐铁棒是迪迦奥特曼，正以超光速从地球奔向 M78 星云。胡闹！王老怒喝一声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降天1号机甲连接成功。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在汇报大厅响起，大屏幕瞬间切入浩瀚星空与巨大的蓝色地球，深邃壮阔的画面让无数人呼吸一滞。短暂的失神后，王老隐约通过头盔反光看到了孙女纯净的脸颊。爷爷，能听到吗？我刚刚才注意到你们发来的连线请求，之前做新手练习来着。熟悉的声音响起，王老老泪纵横。汇报大厅猛地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欢呼。夏国有人研发出了能载人飞向太空的机甲，大家深知这意味着什么。王老压住情绪，小施然，机甲一路爬升的过程中，你一定经历了极热与极寒吧？挺过来就好。驾驶舱的温度一直都是这样呀，估计25度左右，很舒适呢。挺过来就好。抗啷！王老激动的话筒掉在地上，捡起来喘着粗气确认。小施然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穿着自己的牛仔热裤和吊带上衣，没感觉到驾驶舱有任何温度变化？对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王施然疑惑道。呵呵，没事，呵呵，很对。王老口干舌燥，咽了口唾沫。机甲外层没有隔热网，甚至没涂热胀涂层，驾驶舱恒温怎么做到的？这直接成了全世界的未解之谜。华老等人的三观被彻底碾碎。王老深吸2口氧气，接着道：小施然，机甲的操作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，你也别着急，先看看有没有一键自动返航的之类的操作，这才是最主要的事。不会啊，我正在做机甲的新手引导训练，估计再有10来分钟就学会了，到时候施然驾驶降天1号飞回去就行。王施然语气像是在炫耀满分成绩的小孩。噗！王老全喷了出来，怪叫道：新手引导训练，这又不是你最喜欢玩的那个王者荣耀游戏，怎么可能做个新手引导就学会？哎呀，爷爷，都差不多，你是不是落伍了？人家降天1号机甲特别智能，还很人性化，我刚练了一会儿就已经能开着它唱跳 rap。王老堂堂科学界泰斗，竟在最擅长的领域被孙女嫌弃落伍了，他血压一阵狂飙。童瑶赶紧把鼻氧管插到他鼻孔里，他这才长舒一口气。那啥，小施然呀，机甲燃料能查看吗？注意着点燃料，别回的时候不够用了。王老的提示让周围专家大感敬佩，不愧是老泰斗，总能把握最关键的问题。燃料。王施然看了一眼图标，随口道：总共10格，现在还有9格半。王老脸皮狂抽，猛地拔下鼻氧管丢在地上，踩了2脚，从陆地飞向太空，仅用了1/20的燃料，要不要这么浮夸？防线彻底破防了。哎呀！王施然突然惊叫一声，众人心头一紧。爷爷，我又找到了一个储备能源的图标，容量比刚才那个多，有50格呢。悦耳的声音传来，王老瞬间眼睛一翻，直挺挺的向后倒下。什么声音？王施然在太空只能听到对面的动静，急唤道：爷爷，怎么了？爷爷，小施然，你爷爷没事，就是估计说话时间长了，得吸点氧气，不用担心。华老稳重的声音从耳麦里响起。好吧，那麻烦您帮我照顾好我爷爷。施然等会儿开机甲回去带您兜风，我先继续做新手练习了。去吧。挂断语音，华老看着被工作人员抬到椅子上的王老，赶忙招呼道：快把这个鼻氧管还给他插上。童瑶想起刚才这东西刚被王老踩过，嘴角抽了抽。华老，这不太好吧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给他用上。华老知道王老情绪极度亢奋时就有这老毛病，吸一会儿氧就好。把王老安顿到医疗室后，华老继续带着一众专家时刻盯着屏幕。王施然稍微扶了下全息头盔，看向眼前浮现的引导提示：当前训练科目四肢同步协调性训练是否开始？下一训练科目轨道炮打靶开始。他攥了攥白嫩的拳头，眼神中闪过一抹坚定。远在地球补教的我自然不知道，我随手焊的机甲即将给大洋彼岸带来怎样的噩梦。不到100公里外，鹰将近地轨道10字空间站，咔嗒，节点舱门轻响，密根身穿宇航服探出半个身子，看着广袤宇宙心神震动。密根，别堵在门口，快点出去。安追在后面推了一把，两人开始第27次太空行走。这时，密根突然指了指远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之前没有吧？估计是毛熊或者夏国刚发上来的卫星，不用管。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在跳舞？密根直勾勾盯着远处，安追顺势看去，顿时头皮发麻。一个人形红色机械体正在摆弄着各种姿势，简直耸人听闻。就在安追以为看错时，一前一后2道红色火光从机械体的肩部爆射而出，拖着笔直的轨迹划过侧面，冲向同步轨道。紧接着升空爆出2股剧烈爆炸，2个蜻蜓模样的卫星顷刻被炸成碎末。沃茨瑞斯，上帝啊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安追人傻了，一旁的密根更是惊得瞳孔巨震，疯狂颤抖。许久之后，两人才提起了口救命器，大叫出声：妈妈呀，大事不好了，外星人进攻地球了，快，得赶紧向航空航天局上报，搞不好地球要毁灭，简直荒谬。鹰将航空航天局大楼，3星上将保罗一巴掌拍在桌案上。安追和密根这2个家伙在外太空呆傻了，这世界上哪有外星人？肯定是阴谋，立刻联系波多黎各岛，使用超视距射电望远镜，看看那个红色大家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。几分钟后，几张新鲜出炉的照片摆上桌面，虽然模糊，但这的确是一架真正的机甲。保罗脸色阴沉的能挤出水来，这科技超越当前
10倍有余，几分钟内2炮干掉2颗卫星。若他想击毁空间站或精准轰炸总统府邸，都毫不费力。保罗只觉寒意爬满后背，万一出事，这口锅得让上面来背。他果断拨通电话，嘟，这里是国防部长办公室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有什么事？我是航空航天局保罗，有 SSS 紧急军情上报，帮我转接奥斯丁将军。请稍等。中海市科研基地，华老通过大屏显示器看到王诗冉似乎做完了训练，问道：小诗冉，感觉怎么样？真的能初步驾驶了？哎呀，华爷爷，你好啰嗦呀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新手引导做完，我就能初步驾驶降天1号了。呵呵，小丫头还急眼了。华老笑着捋了捋胡须，突然问道：对了，刚才我看到你好像操控机甲攻击远远处的什么东西了？你说的是肩部轨道炮？我刚才随便找了2个点，练了一下打靶。啥？在外太空打靶？华老瞪大眼睛。那个小诗冉，你说随便找了2个点打靶，哪来的靶？我让机甲的量子原相控阵雷达随便锁定了2个移动靶，2炮全部命中，应该有图像记录，我找一下哈。模糊的图像同步呈现在大屏幕上，无数人瞳孔缩成针尖，猛吸一口凉气，竟是鹰将军民两用的星链卫星。小诗冉，你2炮干掉了2个这种东西？华老颤巍巍地问道。对啊，当时我着急继续训练别的科目，所以才开了2炮。其实机甲当时锁定了500多个距离最近的，我就打了2个，没多打。王诗冉脸上还有点意犹未尽，华老再也绷不住了，这要是一波干掉500多个，鹰将绝对拼老命。这样吧，华爷爷，我现在再打几个给你看，就像烟花一样，可好看了呢？王诗冉跃跃欲试。别，我的小祖宗，收了你的神通吧！华老心脏狂跳，再让他玩下去，引发几10个国家找茬，想想就头疼。他70来岁的人经不起这种刺激了。小诗冉呀，咱别闹哈，听华爷爷的话，赶紧回来吧。你爷爷还在咱们中海科研基地的医务室躺着呢。好吧，那我到中海基地找你们。王诗冉握住操控杆，耳边响起机械音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启动，当前模式新手，目的地中海军事科研基地，姿态调整完毕，动力系统正常，机体智能检测完毕，预计抵达时间28分钟，建议将模式切换为普通模式，预计时长20分钟。这还用说？当然切换，当前模式普通，降天1号出发。随着指令下达，降天1号在太空中爆出一团湛蓝色火焰，顷刻间消失在原地。远处的空间站里，安追翻出一个单筒光学望远镜，找到了吗？快点，我记得上次看完月亮就放这里了。找到了，快，咱们用这个，肯定能看清楚，而且它自带拍摄功能，照片发回航空航天局，大功一件。那还磨蹭什么？快，嘎吱，舱门开启，2人再次探出头。磨蹭什么？你不看就把望远镜给我。密根不耐烦道。不是，那东西不见了。安追颤抖着说。瞎说什么？刚才不就是在看着空空如也的太空？2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。完了，绝对是外星人，小日子防卫调查课。小鸟太郎，你的意思是确实看到了高达从你的前挡风玻璃飞上去了？伊藤诚眉头紧锁。伊藤科长，请你相信我，绝对没有撒谎。您如果不信，可以问我的副机长。小鸟太郎诚惶诚恐，如果你被查出是在撒谎，你不只会丢失工作，还会被以造谣罪起诉。你想清楚再说。科长，我说的都是真啊，你要相信我。行了行了，我相信你说的。伊藤诚摆手冷笑，说起来，我有个朋友，他在人类精神领域有着颇高的造诣，你不妨去拜访一下。小鸟先生，记得一定要去名片上那个地址拜访一下，有病就得治，千万不能放弃治疗啊！你全家都有病，老子以后看见任何东西都不上报了，看你怎么死！小鸟太郎气得摔门而出。夏国领空，一道赤红极光拖着金色尾迹，从天际笔直贯穿而下。中海科研中心，诗冉，开慢点，开慢点！华老看着屏幕数据，吓得几近破音。当前模式普通，机甲姿态俯冲，速度41马赫，评价一切正常。诗冉，4倍音速了，慢点吧，你这个速度能把地壳戳个窟窿。华老疯狂咆哮。华爷爷，您放心吧，先不和你说了，我挂断了。刺啦，屏幕变成雪花状，单方面切断。华老，不是我技术不行，单方面连接肯定不会成功，是也没用。童谣急道。华老，机甲的数据面板显示一切正常，您就放心吧。旁人也跟着劝，哎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华老无奈叹息。天空之上，火红色机甲撞碎黑云，直冲地面，机体温度580摄氏度，速度57马赫，速度57，还在增加，应该不算慢了吧？王诗冉嘟囔着。与此同时，中海市防空雷达上光点闪烁，全程防空警报骤然炸响，警报！警报！警报！相控阵雷达系统检测，遭到不明来源洲际弹道导弹袭击，疑似携带核弹头，请所有人员在3分钟内前往人防设施避难。灾难降临倒计时开始，整座城市陷入恐慌，所有人疯狂涌向地铁站与人防设施。科研基地内，华老猛地坐起，马上接通科研基地防空防卫部的座机电话。领导，大事不好，雷达显示基地被敌方洲际导弹锁定，对面的声音满是绝望。计算机热源感应数据分析，极有可能携带大当量核弹头，初步估计广岛原子弹的5倍，已经自动向全城发布防空警报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华老头皮发麻，洲际导弹怎么可能毫无预警？华老，没时间想那么多了，灾难倒计时已经就剩下2分钟，您要不赶快进防空洞避难吧？我们牺牲不要紧，您是咱们国家的脊梁，不容有失，求您了。就连旁边的科研人员也都上来拖拽华老，打算强行抬他去防空洞。华老，这时吸足了氧气的王老快步走来。王老，华老如见救星。王老，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，你有什么猜测？这还用猜？肯定是机甲回来了啊！无数人猛地愣在原地。